于是他就来了，也就刚好救了李安琪。他们两人还看到这个处长胸前还有一个录音笔，通过录音笔，他们发现了偷心脏的幕后黑手。然而，张警官和当勘局长这里迎来一个新的上局市长的秘书萨丁。萨丁一到现场就指责张警官他们，认为他们办事不力，没有看到关键事情。就在张警官反驳他们已经找到偷心脏的人是卫生局局长，并已经去找心脏了。然而，萨丁表示他已经去找过卫生局局长，并且他已经畏罪自杀了。通过余留的电话，他找到了心脏，并且已经拿来了。于是他们一起去了医院，并且跟林日朗的妻子表示道歉。这是他们没有处理好事情，才导致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。现在心脏已经找回来了，他随时签字就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，并且让林日朗的妻子阿玲打电话。当阿玲打电话给林日朗说心脏已经找回来了，并且就在自己身边，张警官担心他不相信，就让自己打电话给他。当林日朗听到心脏找回来的时候，开始很开心。但是当他看到卫生局局长畏罪自杀的电视报道时，他的脸色沉闷下来，像是有着什么难于言语的话憋在心里。但是他并没说出口，只是一直在安慰着妻子还有儿子，并对电话那边一直在找他的儿子说，他在买礼物，等会马上就去找他。随着阿林跟他说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父亲，就挂断电话。当林日朗这里挂完电话，就直接拿起对讲机联系张警官要跟他对话。医院外面的群众都以为林日朗要投降，都在纷纷期待事情的完美结局。然后当张警官靠近急救中心门口跟林日朗见面后，林日朗问他是不是好警察，是一个不管对方多黑暗都会死死咬住对方的好警察。张警官这时也发现情况不对，但是还是回答林日朗的问题，回答会，他会抓住对方。林日朗看到张警官的回答后，就看着他眼含泪目地跟他说，偷走心脏的人就是萨丁。然而在医院这里，阿玲还是门口等待着好消息的同时，她并不知道在门口里面的所有医生并没有在手术，他们只是看着躺在床上的小虫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并且那个装着心脏的箱子也是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当张警官听完林日朗的话后，他不敢置信地回头看着萨丁，看着萨丁此时一副达成目的的那种邪笑变得冷漠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声枪响，就看到林日朗整个人倒飞了起来。就在大家以为林日朗已经死了，并且要破门的时候，就听到对讲机传来林日朗的声音，并且表示还好他们之前派进来一个特警，不然他就真的死了。只见林日朗这里他穿着防弹衣，并且伸手到胸口拿出一个奖章，只见这个奖章刚好也是挡在子弹前面，现在都已经凹陷下去。这时候的林日朗充满庆幸，随即他有拿起对讲机，并且说出当他看到卫生局的局长潘才死去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救治他儿子的心脏再也找不回来了，并且表示他是故意说出偷心脏的人是潘猜。原来当时在医院，林日朗的妻子在去找打马医生的时候，听到医院院长说心脏的事情时，被院长察觉到有人偷听，并没有听到全部的话。他当时知道潘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所以在当时劫持急救中心的时候，故意逼院长说是潘猜偷了心脏，还说潘猜之所以会死，就是萨丁在警察之前找到潘猜，想让他顶罪，潘猜不愿意就杀了他。但是萨丁在听到林日朗的话后，可能是以为没有证据或者自己后台强大吧，并没有惊慌，还是那么淡然。天空突然下去大雨，张警官抬头看着天空，不知道他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。林日朗在说完所有事情后，就找到打马医生，并且直接问他最后结果是什么，并表示他儿子才8岁，他的命在他手上。他让打马医生用点头或者摇头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。当看到打马医生点头后，他整个人都轻松下来，并表示他儿子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当一名医生。原来林日朗之前在等心脏救自己的儿子的时候，他在医院做了跟自己儿子心脏配对的检查，然而被打马医生看到，并且把最后的验证报告拿走了。当林日朗说完儿子的心愿，就看到医院院长在翻找什么东西，于是他立马过去，就看到院长用脚踩着一个东西不让他看。林日朗直接用枪指着让他把脚拿开，就看到脚下来原来是一个手机，于是拿起手机，还故意说这个手机不是他的。但是林日朗并没理会，直接用他的指纹打开手机。当他想要里面的信息时，院长突然用刀刺了他，并想杀了林日朗。就在边上的人还在看戏没有帮忙的时候，这时候打马医生拿起边上的灭火器，直接一下把院长打晕。当旁人把院长绑起来的时候，林日朗拿起手机查找起来。当他看上一个信息上显示谢谢2字的时候，他就直接拨出了这个电话。但是随即他就听到一个手机被打通的声音在急救中心这里响了起来，于是他慌忙的到处寻找声音来源，但是他一直没找到。
正当他迷茫的时候，他突然抬头，就突然想到声音是从上面传下来的。于是他跑过去电梯那边，坐电梯来到楼上。他走出电梯，看着深深的走廊尽头的那个透露着红色的大门，他就这样走过去打开大门，然后就看到几个医生正在一个手术台上忙碌着，并且旁边还放着一个装心脏的盒子。于是他崩溃的哭泣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有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并跟他说他儿子从小失去母亲，他只想让他活着。原来在做手术的这个人是他的儿子，他儿子是因为汽车事故导致心脏受损，也要做心脏移植手术，所以他拿走了救治小虫的心脏。林日朗却是拿着枪指着这个男人的头，表示如果这个枪是真的，他就一枪打死他。原来林日朗用来劫持的手枪是大街上买来的玩具手枪，并且打死特警那个箭射的血也只是事先准备的血包。然而张警官这里一直在查看林日朗枪杀特警的视频，他感觉这里有什么问题，所以一直在查看。最后他发现林日朗在开枪的时候并没有对准特警，所以那个特警也没有死。他跑出去跟当堪局长还有萨丁说明，但是萨丁并没有理会，只是表示拿出证据来。就在这时，张警官的手下托尼跑过来跟他说，他已经找到证据了，并且表示就在李安琪手上。李安琪也是拿出那个之前在器官捐赠中心处长那里得来的录音笔，表示证据就在这个录音笔里。于是他拿起喇叭，并且按下播放器，就见喇叭上传来萨丁跟器官捐赠中心处长的交易。当所有人都听到后，里面对萨丁还有市长不满，并且表示要市长下台。还有人说有的孩子是孩子，有的孩子不是普通孩子，但是萨丁并没有理会，还下令让人破门。只见一声爆炸响起，大门直接破碎。这时当堪局长也是一拳打到萨丁，拿起对讲机，这是警察的对讲机，并对那些准备动手的警察说，没有他的命令，所有人都不可以动手。这时有人发出声音，林日朗出来了。然后就见林日朗挟持着龙丹市长慢慢走了出来，并且声嘶力竭地说，父亲可以爱孩子，但是不能什么都做，不可以去抢别人的东西，人可以卑微的活着，但是不可以像虫子一样被人踩死。并对着张警官说，张正义，我是不会给我儿子送葬的，是我的儿子给我送葬。张警官这时已经发现林日朗的枪是假的，他这样做就是想警察对他开枪，他是故意的。当他想要让人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只见林日朗推开龙丹，拿枪指着前面的人，想要开枪的样子。随即只见枪声响起来，但是倒下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林日朗。只见林日朗的头出现一个伤口，但是林日朗却没有痛苦，而是微笑的倒下。这是什么样的心态才会有的表现呢？原来之前在楼上的时候，林日朗就对龙丹市长表示，他们老老实实做人，辛苦工作，孩子生病，到处借钱卖房子，到最后心脏还会被别人拿走。他拿枪劫持医院的人，就是想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恶人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找回心脏救儿子。但是最后他还是输了，是一开始就输了，最后还要求龙丹市长要帮他把这个戏的结局表演完。其实林日朗是一个编剧，他编剧的剧本是有2个版本的，其中一个就是他拿枪劫持医院，最后找回心脏，他的儿子得救。但是就在他发现卫生局的局长自杀，救助儿子的心脏现在已经在龙丹市长儿子的身上时，他就开启了第2剧本，就是他挟持龙丹市长出来面对所有人，并表现的他要杀人的样子，让警察杀了他，然用他自己的心脏救助自己的儿子。在经过医生不懈的努力下，手术非常成功，林日朗的儿子最后也是成功出院。在林日朗的葬礼上出现了当时急救中心被劫持的所有人，他们都被林日朗的行为感动，来为林日朗送行。误杀2不仅是一部精彩的悬疑电影，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。它以艺术化的手法，深刻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的权力滥用、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，引发我们对公平、正义、人性等诸多议题的深入思考。影片结尾，林日朗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儿子的生机，这是一个父亲最后的抗争与救赎。他的牺牲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伟大，也让我们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了更多的期待与呼唤。走出电影院，影片中的一幕幕仍在脑海中不断回放，那紧张刺激的情节、感人至深的父爱、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，都将久久萦绕在心头，促使我们去关注那些被生活遗忘的角落，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美好的社会。